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越南的啤酒或是酒类。那它的越南语还有一些在酒中还有一些喝酒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先从啤酒开始讲起。那越南有哪一些啤酒是我们常见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个影片，看一下它的介绍。là chỉ có là Sài Gòn xanh, có khác gì à? Dạ. Có bia khác gì à? À, bia khác hả? À, Có bia Tiger nè, rồi Tiger, Heineken. Dạ. Sài Gòn lỗ còn có hả? À, Sài Gòn Long chỉ có Sài Gòn này thôi. À, Heineken, Tiger. Dạ. OK， 主要是赛个三块。那刚刚在影片里面，他讲了大概3-4种啤酒，那分别是所谓的呆哥，呆哥，他们当地人叫呆哥，跟海尼根啊，就是我们讲的海尼根。那泰戈啤酒里面，它分成银跟棕这2种颜色，所以他们当地人的讲法就是，如果你是 Crystal 这一款的，就是白色的，然后他们当地叫做戴哥棒。那如果你是棕色这一款，他们叫做戴哥孬。银这个啤酒的口感比较接近台湾的金牌，然后孬的话就等于是比较接近台湾的经典。那我们讲一下啤酒的罐装跟瓶装的讲法。那他们罐装叫 long， 那瓶装他们叫斋。那所以他有时候你去餐厅，他有时候会问你是要 long 还斋。如果说你选的啤酒是属于呆哥，那么他就问你 long 还斋。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当地的啤酒的话，就是以西贡啤酒这个品牌为准。那西贡啤酒它有分成红色跟绿色，那分别是塞公罗跟塞公山。当然它还有另外几款比较特别的，那基本上只要颜色偏向那一类，他们都叫到塞公山。包括塞公山其实就是所谓的拉格，然后当然也有所谓的冰镇啤酒，它是属于低度酿造的，那我们叫它塞公酒。西贡啤酒如果以市面上的普及率来讲的话，大概都是以塞公山为准。那当然河内啤酒我在北越的时候都是在餐厅遇到比较多，但是在小店，例如说一些路边或者是一些杂货店在卖，我发现到好像都是以塞公山为准。那这个是目前是我见过普及率最高的一款啤酒。那塞公山喝起来的口感很像台湾的金牌，那塞公楼喝起来就像台湾的经典。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 CP 值比较高的啤酒，就是所谓的强攻啤酒。那这个强攻啤酒在台湾售价的价格大概在60块钱上下，也就是说在 7-Eleven 你看得到。可是这一种啤酒在越南，它的售价只需要20几块钱，也就是说它是非常一个平价的一个啤酒类，所以就等于是杀了一半的价格下来。这种啤酒很适合年轻女生喝，因为它很甜，它是属于比较甜的精酿啤酒。那这个以台湾的眼中来讲，它是 CP 值蛮高的一个酒类。你可以如果你觉得太甜的话，你当然可以跟一般啤酒混着喝。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越南语的一些在喝酒时会有一些用语的讲法。那首先我们讲到干杯，干杯啦，比较常用到就是文黑滴，文黑，就是黑这个字就是指代表干掉的意思，就是结束把它喝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姜粉姜，那很多人在这个刚开始学的时候，有人会把它当成姜本姜，其实正确的发音是粉姜。那它这个意思就是100%，100%的意思，因为他们习惯性在喝酒的时候都会用喝几%来代表喝多少，因为他们杯子比较大，所以他们就会写说看是要喝20%、50%还是100%。那如果你是喝了100%，就是全干掉的意思。那我们会讲姜粉姜，粉姜就是100%。如果你要表示1/4，那么要怎么讲？1分的，讲法就是1分的。那如果要表示3/4，8分的，
越南语的讲法必须先从分子讲到分母，那台湾的讲法会先讲分母，那越南语的讲法是刚好相反，是它会先讲分子，然后才会讲分母，所以你的分子要先放前面，这是越南语几分之几的讲法的方式。然后第三个是最有趣的，就是干哩，干哩就是干杯的意思。那很多人习惯性在后面加一个语助词，因为它发音就变成干哩娘，这个发音很特别，很多人就喜欢开这一句话的玩笑，因为跟台语的骂人的那一句话真的很像。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就是你不喜欢如果请他们加冰块，你希望但是你的啤酒是冰的，那你就可以请他们弄来一个冰桶，然后再过来，然后把那个冰块倒进去，然后直接再用冰镇的方式。我们冰镇这个的讲法就是 Laxe，Laxe 其实它是法文，你如果直接查越文单字，你是找不到这个字的。可是他们直接就是用这种讲法来代表说，我今天我喝啤酒，我要 Laxe。Gọi là latte beer hả? Là liền anh tự lấy hả? Dạ. Ý là đem một cái thùng ra đây xong rồi bỏ chai vô đá rồi uống nhiều. Timmy， 蛇来语。那喝酒有2种讲法，一种叫文友，那另外一种叫做文柔。那文柳的话在北越讲的会比较多，那南越人都会讲文柔。那还有一种喝酒的讲法叫你鸟，就是说红来鸟哩呀，你鸟，这个就是所谓的也是约喝酒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可以打几雷的意思。那我们最后讲一下生啤酒该怎么说。生啤酒有2种讲法，一个叫beer喝，一个叫beer得，这2种是都可以，只是看人讲。然后还有一种蛮特别的，叫做 beer set。那这个意思是指冷冻啤酒，也就是说，他把啤酒做到冷冻、冰冻的状态，外面它会产生一个雪雾状，然后的一种啤酒，它就是冷冻啤，应该算是有人叫它雪花啤酒，有人叫它冷冻啤酒。那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一句话是在越南酒厂里面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你喝得很尽兴，你就会讲这一句空塞空北。那有时候因为我住在南越，但我的口音就会变成空塞空耶，就今晚不醉不归。这个时候在跟人家喝得很尽兴的时候，要叫人家吹酒的时候，都会讲这一句话。我有一次去了吉坡岛，刚好看到一群学生在那边办毕业晚宴，结果呢，一群学生呢在那边拿着酒到处去敬酒，然后呢，一群人在那边喊来喊去。然后喊得不醉不归，这就是一个不醉不归的一个表现。感觉那一天晚上大家喝的都非常的嗨，不管男女，但是，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肉柔就是那个属于私底下酿造的啤酒，就是所谓的酒厂酿造的酒，他们自己的一个家庭酒厂。他们这种在农村的地方会比较常卖。那它这个酒类有分成，就一般的米酒，像他们刚刚第一类的，从左边看过来，第一个就是米酒。然后再来就是香蕉酒，然后米酒它有分纯度，第3个也是米酒，但是是属于比较高的。最右边红色那个是属于糯米酒，是属于红糯米、黑米那一方面所酿造出来的酒。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边白色的那个就是所谓的糯米酒，那个很单纯，就是跟我们台湾买的那个酒糟会有一点像。早期我会担心越南的米酒没有那么好，然后因为他们私下酿造，后面才发现到台湾的米酒是属于坛蜜去做的，然后再加上高浓度的烈酒，然后
慢慢我发现到越南的米酒其实品质不算差，其实品质还算做得不错。后面我就渐渐的都只使用越南当地的米酒了。那最后就是越南的药酒，越南的药酒你在餐厅都买得到，或者是很多越南人家里面私底下都会存放一些药酒，通常上了年纪人家里面一定都会有一坛药酒。那这药酒有各式各样的，那你去餐厅偶尔也可以买得到各式各样的药酒。那只要看你习惯喝哪一类的哪一种中药性的酒，你可以直接在餐厅点。那越南人都习惯用酒水碗吧，这种叫酒水碗去装药酒，底下是水跟冰块，然后他们把药酒往上倒。酒水碗它分成上下层，上层装酒，下层装水，所以它就可以把酒跟水分开，然后用勺子挖起来喝。有些小餐厅他们一来就是给你一支酒，然后它这一支里面你喝多少它就算多少钱，并不会说算你整支的费用。那每间餐厅的算法不同，通常越小的餐厅他们的算法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越南的大概的酒类我都介绍的差不多了，然后除了地区性的酒类，像槟榔的椰子酒，或是沙巴的桃子酒，这一些都是属于比较有地区性的一个区别。在越南的河江市还有荞麦啤酒，那这是也是一个当地的特色。好，那啤酒类的话，我们大概还有3、4种啤酒，虽然没有完全的介绍到，基本上那除了嘉士伯三波罗这些都是会常见率并没有算很高。我们还有一些比较不常见的啤酒，例如说像北越的黄心啤酒，或是中越的富大，然后还有南越的333、888。其实888它的价格最低，还有一种是进口的啤酒，纽伦堡白啤酒，还有最神秘的槟城啤酒，我只见过这一次。越南的酒我们大概都介绍完了，希望大家对越南的酒类所卖的酒应该都有点认识。